大家今天看到我们看房日记的片头有一点奇怪吧？为什么是一个很商业的一个地方？没错，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一个清迈非常知名的一个商业广场，叫嘎夫朗。然后，如果老观众的话，在我以前的看房日记里面，经常会介绍嘎夫朗、假发廊。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商业广场。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的是位于这个商业广场里面的一个商铺，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啊，我来清迈干什么？我来清迈怎么赚钱？我来清迈能够怎么养活我自己？其实，在清迈，如果说你要找一个商务楼去打工的话，我之前也说过了，很难。然后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生意。那做生意的前提是什么？你必须要有一个商铺，对吧？你肯定要有一个经营场所。嘎夫朗其实它是位于杭东区的一个，我觉得除了一些集市，或者一些大的商场来说的，它应该是杭东地区最成熟的一个商业广场了吧？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条件啊，它就在108主路上，然后旁边就是奥特莱斯，周边有很多居民，所以它在这边的商铺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我们片头就有各种各样的商铺，然后我先带大家大致逛一下嘎夫朗广场。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？这个 Nana Bakery 就是我们之前有拍过的一个面包集市。我们后来才知道，就是我们不需要去面包集市，家门口就有。然后旁边这边有 Pizza Hut， 就是我们的必胜客。然后这边就是鼎鼎有名的 Rimpin 进口超市，里面有很多进口的食品啊。然后旁边就是屈臣氏，然后这就是唐纳兹、大创。这边是刚开的一家，应该是港式茶餐吧。然后这个就是 Mr. DIY， 我们经常去的。对我来说，这就是一个实体淘宝小商品店。这边好像要新开一家韩式，应该是烤肉店吧，韩式 Korea Restaurant。然后我们的开封菜 KFC， 然后这家西餐厅应该算是酒吧吧，反正经常会有活动，里面东西还挺好吃的。隔壁就是 Starbucks。然后据说这个 Starbucks 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兰纳风格的 Starbucks， 因为我们是早上来的，现在差不多上午10点半、11点左右，所以很多餐厅还没开门。然后这家药房的药品特别齐全，基本上想得到的药这边都有了。清迈的 DQ 特别便宜，有 KFC 肯定就有麦当劳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麦当劳旁边就是清迈唯一的一个奥特莱斯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商铺它的位置特别好，它紧邻路边。因为嘎夫朗它有很多的商铺是在里面的。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，如果做生意的话，街面的店铺是最好的、最理想的一个位置。大家看我后面啊，这边就是麦当劳，另外可以看到那个奥特莱斯的一个 logo 嘛，旁边就是紧邻的奥特莱斯。所以在没有疫情之前的话，奥特莱斯那边也是游客经常光顾的一个地方。我会发现很多游客，包括导游啊，都是在等回国班机之前的一个间隙，带游客来奥特莱斯逛一圈，然后来嘎夫朗逛一圈。所以做生意来说的话，这边的市口，就是我们上海人说的市口，就是它的位置是非常好的。另外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边有牌子。就是因为今天是周三，每周三其实不光周三啊，周一、周三、周六，这边嘎夫朗都会有夜市。当然，周三是最大型的一个夜市，所以今天下午这边所有的车都不允许停超过3点，3点以后都要摆摊了。满的食物。所以这个夜市是我们每个星期必定来要逛的一个夜市，所以我们每周三基本上是不烧饭的，都在夜市里面吃。然后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然后一进铺面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其实面对沿街的这个铺面的宽度特别宽啊，差不多有10米左右。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看到1楼的这个层高特别高，所以这一栋商铺来说，它一共是2层半。目测来说的1层这一个高度差不多有5-6米左右，所以每一层平均下来也有2米多的层高。它整个商铺的面积是在190平，
有些人可能觉得，哎，这个铺位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联排，对吧？但是联排基本上很多双层的联排，它的面积差不多也就在100出头一点，110、120小的联排。所以我觉得啊，这一个不光可以作为一个商铺，其实你自住也没问题，只是说你居住在一个繁华的一个商业区里面。那对于我们在国内来说就不可思议，你说我住在万达广场里面，我住在某某广场里面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哎，但是这边你就可以直接住在这个商业区里面，吃的喝的用的到处都有。今天晚上外面就是一个夜市，然后我们大致看一下啊，1楼会有2个这样的一个柱子，我觉得这一个柱子啊，你可以做一个区域的分割，可以分割成很多不同的一个区域。但如果你作为咖啡馆啊或者餐厅的话，这2根柱子就可以帮你分割成经营区里面的一个范围，你这里做成一个吧台，外面就是客人用餐的一个区域。当然1楼也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卫生间，这边是有一个储藏室，储藏室里面可以储放一些杂物啊那些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作为经营来说的话，这个储藏室可能不太够用，只能放一些清洁用具啊、扫把啊、拖把啊那些东西。然后我们去2楼看一下，然后2楼我们上来啊，哎，它其实是一个实木地板啊。这边2楼的一个空间等于像是一个小阁楼，但是我身高1.8米，层高差不多在2米左右吧，2米左右。这边可以放一些简单的一些小的餐桌啊，就作为一个2楼客人用餐的一个区域。然后2楼的面积其实就是1楼的1/3吧，我觉得是一楼的1/3的一个面积。然后我们直接去3楼。我觉得它现在2楼这边是做成一个可以封闭的一个窗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把它做成一个半封闭的，这边做一个栏杆，然后上面可以眺望下面，这就是一个复式的一个结构，就跟很多的我们别墅不一样。我们很多大多数别墅都是一个相当于跃层式的，它是2个层面，但是这个是复式，可以看到1楼。对于经营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视角特别漂亮。然后我们来到了顶楼的3楼，3楼的面积就要比2楼大很多了啊。首先第一个3楼就是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卫生间，当然了，这里面已经是很旧了，就是马桶、淋浴都有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它居住也是没问题的。不光这边啊，门后面还有，你得进来看。哎，这边是有一个台棚的，所以它整个卫生间的空间不算特别小。然后这边卫生间出来，3楼它其实分成3个房间吧，应该算3个。这是一间，这就是我们普通别墅来说的客卧。当然，你这个我觉得做成储藏室啊，就是放一些你要经营的一些食品啊或者一些其他东西，做成储藏室不错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开放的，相当于3楼区域的一个客厅的一个功能性。但我觉得这边啊，可能就做成你财务室也好，经理办公室也好，反正就上面私密的办公的一个区域，放个办公桌啊什么，包括有一些比如说商业的洽谈啊什么，可以带客人到楼上来私密一点的空间谈。然后这间房我觉得就可以做成卧室，真的是卧室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它有一个卫生间。所以就有时候你晚啦，你或者说一个人在这边经营我也不用再去另外租一个房子了，我就在这边楼上3楼我就自己住嘛，然后楼下就经营。怎么说呢？就有时候我们以前上海有那种1楼是店铺，2楼就是家里居住的这种方式，当然现在越来越少了。所以这里我觉得可以做成一个卧室，然后这一个卫生间来说的话，它的功能性就跟刚才那个是一样的，台盆、马桶、淋浴一样都不少。这套商铺其实我们就整体就看完了，其实很简单，因为里面也没有什么任何装修啊。这个铺位，我刚才问了一下房东，之前他租出去的是7万铢1个月，所以这样算一下的话，10年回本。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做的最多的就是中餐，因为我们的
饮食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。很多人在海外住不惯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吃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开咖啡馆、开餐厅。如果有一些技能的话，你可以做一些，比如说皮具店，或者说银饰店，或者说纹身店，都 OK。大家可能会疑问啊，就是商铺的持有方式是不是跟别墅不一样？一样，你就把它当做别墅看，它只是在商业区里面的商业中心里面的别墅，所以90年产权啊，公司持有啊。我觉得如果做商铺的话，对外国人你肯定要注册公司开营业执照嘛，那你势必要注册公司，那你就可以公司持有嘛，一边经营一边公司持有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式。我正在经营，然后这个铺面又是公司名下的，这个是最安全的，我觉得也是最好的一个方式。如果大家对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，我会把这套商铺的信息放在视频这边。今天我们带大家看了与以往看房日记不太一样的一个商铺。之后我们可能不仅限于别墅啊、豪宅啊，我们会带大家看泰国各种各样的房产类的一个项目。因为我发现我们频道的观众大多数还是对房产类的项目比较感兴趣，所以之后我会拍各种各样不同的房产视频给大家看一下，参考一下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